從金門的海岸往西看，廈門的高樓就像在對接。天氣好的時候，肉眼能看見对岸玻璃帷幕的反光。入夜之後，看見的是一整片燈海。最近的距離只有大約4公里。這不是文學比喻，是地圖上的實測。一艘快艇全速衝刺，10幾分鐘就能跨過這道水。這座島上有台灣的駐軍，有大約13萬的戶籍人口，也有全台灣密度最高的地下坑道。花崗岩裡挖出來的戰備工事密得像蜂窩。這裡曾經駐紮過將近10萬大軍，是冷戰時期全世界火炮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而今天，公開資料顯示，島上駐軍估計只剩3000人上下。但有一個問題，官方幾十年來從來沒有正面回答過。如果台海真的開打，金門守不守？守，補給線怎麼過？從台灣本島到金門，海上航程超過200公里，戰時整段都在對方海空火力的覆蓋之下，不守放棄國土的政治代價誰來扛？哪一個政府敢在開戰第1天就宣布放棄一塊有10幾萬國民涉及的領土？這不是茶餘飯後的空談。美國智庫做過兵推，台灣的漢光演習年年在推，軍事圈私下討論了幾十年，答案其實存在，只是沒有人願意公開講。因為不管答案是哪一個，講出來都要付出代價。今天把這個沒有人願意明說的劇本攤開來講，從1949年的古寧頭講到1955年的大陳撤退，講到1958年的823，再講到2024年那起改變金門海域現狀的快艇事件，最後會揭曉一個多數兵推得出的有點反直覺的結論：為什麼北京反而不會先動金門？以及那個唯一的例外情境，如果那個情境出現，金門會在一夜之間变成整個台海最危險的引爆點。情報簡報，現在開始。第一層，先看地理。金門本島加上烈嶼等離島，總面積約150平方公里，比半個台北市還小，位置正好卡在廈門灣的出海口。從金門本島望向對岸，公開資料顯示，最近處只有大約4公里。站在小金門的海堤上看廈門環島路的高樓，連招牌都分得出來。這種距離感在全世界的軍事對峙前線裡找不到第二個。4公里是什麼概念？攤開來算，現代火炮的射程動輒30公里起跳，也就是說，部署在福建沿海的任何一門炮不必移動，就能覆蓋金門全島每一寸土地。民用無人機從廈門起飛，2分鐘進入金門上空。快艇全速衝刺，10分鐘搶灘。軍事上講的預警時間，在金門這個坐標上趨近於0。台灣本島面對的是平均寬度約180公里的台灣海峽，金門面對的是一條連護城河都稱不上的水道。更關鍵的是命脈，金門的民生用水一部分來自對岸。2018年起，金門正式接用福建晉江的供水，這是公開政策。電力靠島上電廠，但燃料要從台灣海運，糧食、彈藥、醫療物資、對外通訊的海底電纜，全部依賴那條200多公里的海空運線。而這條線，戰時第1天就會斷。再看金門對外的門，其實就2扇。空中是上億機場，跑道就那麼一條，戰時第1波火力就能讓它停擺。海上是廖羅港與水頭碼頭，泊位有限，而且全程暴露在對岸的觀測與火力之下，2扇門一關，這座島就是一座孤島。所以金門的軍事處境，一句話講完，它躺在對方的首長心裡，而他的生命線握在別人手上。那麼問題來了，條件這麼差的一座島，歷史上為什麼守住了2次，而且是在裝備更差、火力差距更大的年代守住的？這就要翻開歷史檔案第2層。1949年10月25日凌晨，古寧頭，解放軍在攻下廈門之後，判斷金門守軍心敗，士氣崩解，決定趁勢渡海，一鼓拿下。第1波登陸部隊，公開戰史估計約9000人，搭乘沿岸征來的漁船，趁夜搶灘。他們的劇本很簡單：登陸、擊潰、佔領，3天結束戰鬥。3天之後，這9000多人幾乎全數被殲滅或被俘。為什麼？戰史歸納出3個原因：第一，船不夠，船隊只夠運送第1波，搶灘後又遇上退潮擱淺，被守軍火力摧毀在沙灘上，
後續梯隊只能隔海乾瞪眼。第二，情報失準，攻方不知道國軍一支裝甲部隊恰好移防金門，登陸士兵用步槍和手榴彈面對戰車。第三，海就是海，再窄的海峽渡不過去，兵力優勢就是零。這一仗留給軍事圈的不是誰比誰勇敢的故事，而是一條冷冰冰的規律。渡海登陸是所有軍事行動裡最難的一種，沒有制海權，沒有足夠的船運量，4公里跟400公里一樣遠。再來看1955年，很多人不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其實做過放棄外島這件事。1955年1月，浙江外海的一江山島失守，守軍幾乎全員戰死。緊接着，在美軍第7艦隊掩護下，政府把大陳島上的軍民估計約28000人全部撤到台灣，史稱大陳撤退，國土放棄了，天沒有塌下來。這證明一件事，外島是可以撤的，政治上熬得過去。但同一個時期，華府施壓，要求連金門馬祖一起放棄，理由是這些貼住大陸的小島守不住，還可能把美國拖進大戰。當時的台北拒絕了，理由不是軍事，是政治。金馬是反攻大陸，法統的象徵，丟了金馬，等於承認兩岸從此隔海分治。從那一刻起，金門的問題就從軍事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這個轉變到今天都沒有變回來。然後1958年8月23日傍晚，第二次火力考驗來了。823炮戰44天之內，公開資料顯示，落在金門群島的炮彈估計超過47萬發，彈藥密度在世界戰史上排得進前段班。但金門沒有失守，因為這一次對方的目標從頭到尾不是登陸，而是封鎖，用炮火切斷金門的海上補給，逼守軍不戰自潰。於是勝負手變成一件事，補給船進不進得來，美軍護航到3海里外就停住。最後一段路由國軍登陸艇冒着彈幕往廖羅灣搶灘，搶灘運補撐住了，金門就撐住了。後來解密的公開資料還顯示，那場危機期間，華府內部確實評估過包括動用核武在內的極端選項，最後沒有走到那一步。台海離毀滅性升級最近的一次，其實是為了金門。接着發生了一件很多人沒讀懂的事，炮戰打到10月，北京突然宣布單打雙不打，單號開炮，雙號休息，逢年過節再加碼停火。這個近乎荒謬的節奏一路持續到1979年才停，前後21年，一場炮戰為什麼會變成長達21年的行為藝術？公開資料裡流傳最廣的解讀是，毛澤東把金門看成一條絞索，金門留在台灣手上，台灣就跟大陸還連着一條地理上、法理上都切不斷的線。真把金門打下來，反而是幫台灣把這條線剪斷，把兩岸推向徹底切割。所以留着比拿下有用。記住這條邏輯，70年後的今天，它還在運作。這是後面揭曉的第一個伏筆。把時間快轉回現在，第3層，看金門今天的防務現實。冷戰高峰期，金門駐軍最多時，公開估計接近10萬人，全島皆兵，村口有反空降樁，海灘有鬼條寨，地底下是一層一層的坑道網，宅山坑道能把整艘小艇開進花崗岩山體裡。擎天廳是直接在岩盤中炸出來的千人大廳，連醫院都埋在花崗岩底下。那個年代的金門不是一座有工事的島，它本身就是一座工事。今天呢，公開報道估計，金防部兵力大約3000人上下，加上炮兵、2棲偵搜與後備動員能量，跟10萬大軍的年代是兩個世界。當年令入伍新兵聞之色變的金馬獎，抽中外島簽的那個金馬獎，已經變成歷史名詞。這個裁剪不是疏忽，是路線選擇。20幾年來，台灣的整體防衛構想一路重心後移，決戰放在台灣本島周邊的海空域，外島的角色從反攻跳板退成預警前哨。講白一點，軍事上的金門從矛變成了眼睛，坑道還在，工事還在，火炮也還在，但圈內人都明白一件事，工事能讓部隊死守，卻不能生出補給。823的教訓是補給線撐住就贏，而今天的反艦飛彈、攻擊型無人機、精準彈藥對運補船團的威脅，比1958年的岸炮高了不止一個量級。廖羅灣搶灘的劇本放到2020年代還演得成嗎？
這是國防部不願正面回答的第一個問題。這幾年的漢光演習，劇本重心也誠實得很。公開報道看得到的主軸是本島反登陸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後備動員，外島的段落多半是守備部隊依令固守、戰力保存。翻譯成白話，本島是決勝點，外島是遲滯與預警，沒有任何公開響定。排練過跨海馳援金門這一幕，這個沉默本身就是答案的一半。對岸顯然也算過同一筆賬，所以這幾年他們做的不是磨刀，是溫水。第4層，灰色地帶，這是金門的日常，而且是回不去的日常。2022年8月開始，民用規格的無人機頻繁飛進金門守備區上空，對住碉堡、哨所近距離拍攝，影片再配上嘲諷字幕，上傳到對岸的社群平台。流傳最廣的一段畫面是站哨士兵对着無人機丟石頭，那段影片全世界都看到了。之後國軍修訂接戰規定，2022年9月初，金防部首次擊落一架侵擾無人機。這件事的重點不在石頭，也不在那架無人機，重點是規則被試探了。無人機來不打，等於默認空域開放。打一架幾千塊的消費級機器，換守軍一枚彈藥，還可能被剪成台軍開第一槍的宣傳素材。這就是灰色地帶的設計原理，讓對手的每一個選項都是壞選項。心理戰其實是金門的老行業。冷戰年代，雙方隔海對罵，金門的北山播音牆用幾十組擴音喇叭把歌聲與喊話送過海，對岸則用炮宣彈把傳單打進村子。當年鄧麗君的歌聲曾經是心戰的一部分，這是公開的歷史。差別在於，當年的心戰要靠喇叭和炮彈，現在只要一只手機、無人機影片、短影音、社群賬號，穿透力比當年高出好幾個世代，而且攻勢擋不住它。2023年，馬祖的2條對外海底電纜先後被切斷，離島通訊一度只能靠微波備援，公開調查沒有定論。但軍事圈普遍把這件事讀成一次斷網演練的預告。金門的對外電纜同樣躺在淺淺的海床上。2024年2月，升級版來了，一艘中國快艇在金門海域被海巡追擊時翻覆，2名人員死亡。事件之後，中國海警宣布在金門周邊海域常態化執法巡查，並且不再承認雙方默契多年的禁止限制水域線。公開報道顯示，此後海警船進入金門限制水域成了例行公事，甚至發生過登臨檢查台灣觀光船的事件。攤開來看，這一步的意義非常清楚，對岸用執法船而不是軍艦，把金門海域從兩岸默契下的緩衝區改寫成一個中國框架下的執法水域。每一次巡查都是在宣示這片水的規則我來定，而台灣海巡每一次應對都被迫在升高衝突與默認現狀被改寫之間選一個。軍事圈把這種手法叫切香腸，每一片都薄到不值得為它開戰，切個幾年，整條香腸就換了主人。金門周邊的海域現狀，公開的講，這2年已經被切掉好幾片了。那麼，如果哪一天切香腸變成真的收網，劇本會怎麼走？兵推事裡早就推過了。第5層，進兵推事。先講清楚，以下是根據公開兵推報告與軍事圈普遍討論所做的情境推演，不是機密，也不是預言。劇本 A， 固守。開戰後，金門守軍轉入地下工事，依托坑道長期抵抗。優勢是花崗岩地質加上幾十年的工事累積，攻方要逐坑清剿，得付出可觀的時間與傷亡。弱點前面講過了，補給。兵推普遍評估，在對方海空優勢下，本島對金門的戰時運補，第1周就會極度困難。守軍能撐多久，取決於島上囤積的水、糧、彈藥。公開資料沒有確切數字，但沒有外援的固守，結局在數學上不難算。固守真正的價值不是軍事翻盤，是政治敘事。國軍在國土上戰至最後一刻。這個劇本殘酷的地方在於，守軍從第1天就知道自己是敘事的一部分。劇本 B 繞過，這是多數美方兵推的預設。2023年，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公開發表的台海兵推，總共推了24輪，絕大多數響定裡解放軍主力直撲台灣本島，
金門馬祖根本不在第一波打擊清單上，邏輯很直接，攻台成敗取決於能否在美日完成介入部署之前拿下本島，分兵去打金門，是把最稀缺的船運與時間浪費在一個對登陸台灣毫無幫助的目標上。金門離台灣本島200多公里，當不了跳板，打下來除了新聞畫面什麼都沒賺到，所以兵推裡的金門常常是被晾在原地的，圍而不打斷其補給，等他自己安靜。劇本 C， 談判籌碼，這是政治學者比軍人更愛推的版本。北京不發動全面攻台，只對金門單獨動手，封鎖或者快速奪占，然後停下來開條件。目標不是金門本身，是測試，測台灣的抵抗意志，測美國的介入門檻，測國際反應的強度。金門變成一張牌，一張逼台北上桌的牌。這裡順帶處理2個常見的反方觀點。有一派主張乾脆把金門非軍事化，撤軍，宣布和平區，免得駐軍變成人質。反駁很簡單，單方面撤軍等於邀請對方的執法力量進駐填空，而且哪個政府敢承擔不戰先撤的罪名？另一派主張反向操作，大幅增兵金門，部署飛彈，把它变成刺蝟。反駁一樣簡單，增兵改變不了補給死穴，只是把更多兵力壓進對方手掌心，還順手送給對岸一個台灣挑釁的敘事由頭。2個極端都走不通，這正是金門問題的死結。3個劇本攤開，會發現他們繞着同一個軸心轉。金門的價值到底是軍事的還是政治的？回答之前，先聽島上的人怎麼說，因為金門人的答案跟台北的答案不一樣。第6層，人的現實。金門戶籍人口約13萬，常住人口公開估計只有1半上下。年輕人去本島讀書就業，島上留下長輩、公教、觀光業，以及一種跟台灣本島很不一樣的世界觀。2001年小三通開通之後，金門與廈門變成半日生活圈。金門人搭船去廈門看牙、採買、置產，廈門遊客過來買高粱酒和貢糖。對很多金門家庭來說，廈門不是敵岸，是生活的延伸。歷次選舉結果與民調都顯示，金門的政治光譜長期偏向主張兩岸交流的一方，對抗中敘事普遍冷感，這不難理解。823的47萬發炮彈是落在金門人的屋頂上，不是台北的戰地政務與宵禁管制。金門比本島多承受了幾十年。島上流傳一句自嘲：兩岸打仗，金門永遠是戰場，從來不是決策者。所以當台北在辯論金門守不守，金門人問的是另一個問題：有誰問過我們？更微妙的是身份的底層結構。金門人的祖籍、宗族、信仰圈本來就跟閩南沿海連成一片，不少家族在廈門有房產、有生意、有親戚，要求金門人把一水之隔的生活圈當成敵境，本來就違反人性。任何務實的防務規劃都必須面對這個現實，而不是假裝它不存在。這帶出台灣防務規劃裡很少被公開討論的一環：民心防線。戰時的金門守軍要在一個多數居民不希望開戰，並且與對岸有深度生活連結的環境裡作戰。認知戰的滲透成本在這裡低到幾乎不設防。對岸這幾年拋出的金廈同城生活圈，金廈大橋構想，軍事上1毛錢不用花，效果卻天天在累積。好，地理、歷史、兵力、灰色地帶、劇本、民心6層全部攤開了。現在回答開頭那個問題，為什麼多數兵推認為北京不會先動金門？把6層疊起來，3個理由自己浮出來。理由1，軍事上不划算，金門當不了攻台跳板，打它耗船運、耗時間、耗突然性。攻台作戰最稀缺的資源，就是開戰前後那72小時，沒有任何指揮官願意把它花在一個離主戰場200多公里的外島上。理由2，政治上會壞事，單獨打金門等於替全世界拉響警報。美日的部署提前，台灣的動員提前，國際制裁機制提前，用一座拿了沒用的島換掉最寶貴的戰略突然性，把底牌翻給對手看，這筆賬怎麼算都是虧。理由3，絞索邏輯的現代版，金門留在台灣手上對北京有用，它是兩岸同屬一中敘事的活道具。台灣的領土就貼在大陸岸邊4公里處，喝的還是福建的水。
金廈大橋的想象，小三通的人流，晉江的供水管，全部建立在金門還是台灣領土這個前提上。拿下金門，這些統戰資產一夜歸零，留着金門，每一天都在替和平統一的樣板累積素材。當年大陳可以撤，因為大陳沒有10幾萬人口，沒有小三通，沒有絞索價值。金門不一樣，它對雙方都太有用了。所以冷靜攤開來算，金門最大的護身符不是坑道，不是駐軍，是它對北京留着比拿下有用。但是注意這個但是，這個結論有一個例外情境，而且圈內普遍評估這個例外的幾率近年在上升。例外情境是，當北京需要一場低成本的勝利。推演一下，再強調一次，這是情境推演，不是預言。如果台海情勢升高，但北京評估全面攻台代價過高，勝算不足，同時內外又出現必須有所作為的壓力，可能是經濟困局需要出口，可能是台北出現了北京認定越線的政治動作，中國領導人需要一個看得見的成果來立威。這個時候，金門就會從留着有用的絞索變成摘得下來的果子。為什麼是金門？因為它是唯一一個動了也未必引來美軍的目標。公開的歷史記錄很清楚，1950年代2次台海危機，華府內部對要不要為金馬而戰吵翻了天，主流意見始終不願為貼住大陸的外島捲入大戰。今天也一樣，美國對台海的下組承諾講的是台灣本島，金門站在戰略模糊地帶裡最模糊的那一格，而且動金門甚至不需要登陸船團，用海警封鎖，用執法名義接管水道，運補船一艘一艘攔檢勸返，金門的生命線就斷了。島上存量撐得了一時，撐不過一季，不開一槍，金門就可能被迫接受某種安排。兵推圈把這種劇本叫簡易式封鎖。它最陰險的地方在於，每一步看起來都不像戰爭，台北與華盛頓找不到明確的開戰理由，但結局跟戰敗沒有二樣。而且這種封鎖早就有彩排。2024年之後，解放軍多次環台軍演公開發布的演習示意圖上，外島周邊海域被劃進演練範圍，海警則同步在金門、馬祖海域操演、登臨檢查。軍事圈的解讀非常一致，這些動作不是表演，是彩排。封鎖需要的每一個環節，平時都演練過了，真要收網，只差一聲令下。講到這裡，就能理解國防部為什麼幾十年不正面回答金門守不守，因為誠實的答案是分裂的。軍事上，金門在全面戰爭裡守不住，也未必需要守。政治上，金門一寸都不能說放棄，一旦說了，等於預告整條防線都可以討價還價。這個劇本只能鎖在抽屜裡，不能掛在嘴上。模糊本身就是防線的一部分。至於看局的人，真正該盯的指標只有一個。當對岸對金門的動作從切香腸變成收網，海警從穿越變成攔檢常態化，從攔檢變成封鎖演練，那就不再是日常摩擦，那是劇本翻頁的聲音。最後3個帶得走的重點：第一，金門的安全從來不是靠攻勢，是靠補給線以及它對北京留着比拿下有用的統戰價值。第二，多數兵推認為全面攻台時金門會被繞過，真正的危險是低成本勝利的例外情境，尤其是不開一槍的簡易式封鎖。第三，盯緊金門海域的執法動作，那是整個台海溫度計上最敏感的一格。你認為，如果金門被封鎖，美國會出手嗎？